急着进印度割韭菜的中国网贷公司反被印度割傻了。大概是2019年那会儿吧，那个时候国内的 P2P 网贷什么的，正是如火如荼那是暴利但是后来这个监管严了，这帮人呢就琢磨着，这个国内不好混了，咱们得出海咱们得把这套先进的金融科技带到全世界去他们就拿这个地球仪转了一圈，最后这个手指头呢戳在了一个地儿，印度。为什么是印度这帮老板是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你看这个印度它有14亿人口跟咱们是一样多的那他们有6亿人都用这个智能手机，全都是潜在客户他们银行不行，覆盖率不到一半也没有人去用信用卡。这不就是一片等着咱们去开垦的处女地吗？咱们就带这个国内练出来的大数据风控带着秒级放款的技术去了那儿还不跟降维打击似的，还不跟捡钱一样。于是乎呢，一帮在北京、上海写字楼里的精英是提着电脑，揣着从国内赚来的热钱，兴致勃勃地杀向了孟买，杀向了班加罗尔。他们当时的口号是复制中国奇迹，收割印度韭菜。结果呢，几年下来剧情彻底跑偏了。不仅韭菜没有割着，连镰刀都被人扣下了，甚至连握镰刀的手都被人剁了。那原本呢想要去当猎人，结果到了那儿才发现自己呢才是那只肥得溜油的待宰羔羊。今天咱们就来扒扒这场跨国韭菜反杀战，看看这帮自以为是的中国公司是怎么在这个恒河水里翻了船的。咱们先说这帮人当初是怎么自我催眠的。是2019年那会儿你要是去这个印度的班加罗尔，那个感觉吧，就跟到这个北京的中关村似的这满大街都是中国面孔，咖啡馆里聊的全是转化率、坏账率这大家伙眼睛里闪着光觉得眼前这个市场就是10年前的中国最让他们兴奋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印度当时那乱糟糟的金融环境就是那边借钱吧，规矩不透明，全是高利贷还藏着各种隐形费用。这中国公司一看，哎呦喂，这不就是咱们的强项吗？咱们搞个 app点一点就能借钱，不用抵押，不用见面，这帮印度老百姓还不得疯了呀？他们那一套理论听着呢是特别的高大上，大数据风控。意思就是我不用看你人，我看你这个手机里的数据，我看你的通讯录，我看你的消费记录我就能算出你讲不讲信用，我就能把你分成3、6、9等精准投喂。可是问题呢就出在这个天堂太过理想化了。咱们这帮精英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叫拿着中国的钥匙想开印度的锁。第一，身份认证。在中国每个人呢都有身份证，联网一查呢，祖宗18代都清楚。但是在印度那叫一个随心很多人是压根没有正经的身份证的，有的呢只是个选民证，有的甚至啥都没有。这农村里的借款人那个证件那造假跟小儿科似的呀。你这个 app让他上传照片，他能给你传上猴子照片，或者传上他邻居二大爷的照片。你的大数据从第一步输入的时候，输进去就是垃圾，那算出来的能不是垃圾吗？还有这第二步征信体系。在中国呢，大家怕什么呢？怕这个征信黑名单，怕成老赖怕坐不了高铁飞机。但是在印度征信是个啥？能吃吗？绝大多数的印度老百姓压根就没有信用记录那这个时候你的什么信用评分模型就像是一个拿着听诊器去给石头看病的大夫你听半天，你能听出个啥玩意儿来？还有这第三，也是最要命的文化落差。在中国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那借款人要是还不上那心里面是慌的呀，怕社死，怕家里人知道。可是在印度这帮中国公司很快就会发现那边的老百姓对这个网贷的理解跟咱们是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很多人都是这样觉得的，这是神明赐给我的福报我在这个手机上点几下，天上就掉钱下来了，这是凭本事借的为什么要还呢？甚至还有人觉得你们这些外国公司就是来做慈善的，你催他觉得你欺负人，觉得你小气，
哎呀，我不就借了你5000卢比吗？你至于天天打电话吗？这种从根本认知上就不一样的市场，你靠技术降维，这就好比你拿着一把精密的狙击枪去打一群像雾气一样的对手你枪法再准，你打得着吗？那进了厂子这帮中国公司很快就开始怀疑人生了。一开始数据呢那叫一个漂亮，app 一上线广告一投那个注册用户是蹭蹭的往上涨。有的平台比如那个叫什么摩比神奇的，巅峰时期一天就能放出去6万单那看着后台那个不断跳动的数字老板们是笑得合不拢嘴看我说什么来着？遍地黄金吧。但是没过半年，这个笑声就变成了哭声。因为到了还款日里中国的老板们盯着这个后台的坏账率这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那在国内呢，这个坏账率要是超过 5% 这老板就得睡不着觉；要是超过 10%， 公司就得准备关门。在印度起步就是 20%， 然后一路飙升 40%， 有的甚至高达 80%。 这是个什么概念？借出去10个人，只有2个人愿意还钱，那剩下的8个呢？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个时候咱们引以为傲的催收体系全面崩溃了。在中国呢，催收是门技术活短信轰炸、电话施压、报通讯录甚至法院起诉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这一般人他是扛不住的。但是在印度这套拳呢就是打在了棉花上。首先是语言，这印度呢有多少种语言官方语言就有22种方言上千种你这边的催收员可能只会说这个英语或者是个印地语电话打过去呢，对面接起来那是南腔北调 Hello money bike， 对面的是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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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说你的他说他的，鸡同鸭讲。有的这个借款人更绝直接把这个手机给村里的老人，或者说给家里的小孩你跟他们聊去吧。其次呢是全村防御在中国呢报通讯录是很丢人的事在大家呢都怕这个亲戚朋友知道自己欠钱但是在印度农村嘿，那叫一个团结催收电话打到村长那儿打到邻居那儿，大家伙一商量，那个谁谁谁也欠这个 app 的钱，你也欠了，咱们都欠了，那太好了呀，法不责众咱们统一口径谁还钱谁是傻子。这村里面甚至开会决定凡是接到这个催收电话的一律装聋作哑，甚至直接骂回去。到时候这个催收员就成了笑话，成了全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再有吧就是司法，有人就说告他呀，去法院起诉哼哼，你真是太天真了。印度的法院效率那是全世界闻名的慢。一桩小额借贷的案子拖你个3-5年那都是常态。你借出去几百块钱，那打官司的律师得费几千块。那就算是你赢了，这个法官判他还钱，他两手一摊，我没钱，你能把他怎么着呢？平台眼看着钱飞了，是一点招都没有如果只是个老百姓不还钱那也就算了，顶多就是坏账。更离谱的是这个印度呢，它竟然进化出了一套专门针对中国网贷的卤贷产业链。这帮印度人那真是聪明用错的地方他们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疯狂的传播教程怎么从这个中国 app 里骗钱，如何伪造身份信息，如何把这个通讯录换成假的，如何申请完之后立马投诉他们高利贷。这帮人比这个平台还专业他们是懂规则会操作懂得钻漏洞。甚至有这个中介专门组织人来，大家把这个身份证都拿过来，我帮你们操作借出来的钱呢咱俩5-5分。哎呦喂，这哪是借钱这就是抢劫而且是合法的不见血的抢劫。一边呢借你的钱，一边呢还去政府那儿举报你。哎呀，这个中国 app 利息太高了，还暴力催收，我是受害者呀。那结果就是网贷平台呢成了待宰的羔羊，借款人从用户变成了猎人。老板们在这个办公室里看这个钱如流水一样出去出来的呢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数据和满屏的投诉信心都在滴血
如果说市场的水土不服呢，让中国公司头疼啊，那印度政府接下来的操作那就是釜底抽薪，直接送你上路。哎，你以为这个印度政府看着这个乱象不管吗？他们精着呢啊！一开始呢，他们不管，甚至默许。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外资进来撒钱呀！哎，你们中国人啊，带这个美元进来，换成卢比借给我们穷人，那这个钱反正是进了印度的流通领域，刺激了消费，多好的事啊！等你们的钱撒的差不多了，坏账搞得差不多了，这帮公司想收手、想回款的时候，印度政府的秋后算账来了。2022年，这印度央行突然出台数字借贷指南，那个条款叫一个严呀，要求所有的费用必须公开，禁止暴力催收，限制利率上限。最绝的是禁止 App 读取用户通讯录。这一条啊，直接把中国网贷的风控命门给废了呀！没法读通讯录，我怎么防你骗贷呢？我怎么催收呢？但这还是前菜啊。2024年起呢，监管力度进一步加码。谷歌应印度政府要求下架了2000多个涉嫌欺诈的贷款应用，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有中国背景的。这政府呢，甚至直接冻结账户查封办公室，抓人。哎，小米知道吧 ？vivo 知道吧？那么大的正规军在这个印度都被整得死去活来，你更别提这些本来就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网贷公司了。那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呢，直接把中国网贷公司从市场里连根拔起。那个曾经日放6万单的摩比神奇一夜之间归零哎，连那个最大的金主爸爸蚂蚁集团从2023年开始也只能含着泪大幅减持印度的股份那是割肉离场曾经风风火火进入印度的几百家中资平台到了2025年彻底收场的时候，所剩无几剩下呢也是苟延残喘，不敢大声讲话，生怕哪天就被这个警察把门给封了。这最讽刺是什么呢？就是当初这些公司是自信满满哎，觉得自己呢是带着科技和资本来赋能印度的，结果到了最后呢，不仅是钱赔光了，技术送人了，品牌也臭了，还被这个印度人当成金融殖民者来防范，当做高利贷吸血鬼来唾骂，这就叫赔了夫人又折兵，还惹了一身骚。这场从2019年开始到2025年彻底剧终的印度淘金记给咱们留下什么教训呢？说到底这不是技术失灵那么简单，问题出在认知，出在心态，出在那个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这帮中国企业在出海的时候太傲慢了以为呢只要技术好，钱多，经验足那走到哪儿呢都能横着走以为把这个中国的模式复制粘贴一下就能在全世界通吃，以为别人缺什么呢我就能轻松的卖什么。殊不知中国平台在国内之所以能成，那靠的是咱们完善的基础设施靠的是老百姓对信用的敬畏靠的是咱们高效的司法体系。这些土壤在印度通通不存在。你把一棵参天大树非要往这沙漠里栽，还指望它长出金元宝来，那不是做梦吗？在这个世界上混得懂规矩，得敬畏当地的文化，得把这个身段放下来。要想赚到人家的钱得先读懂人家的心，否则你那点家底还不够人家塞牙缝呢。好啦，今天聊到这儿啦。今天这个事吧，听着虽然憋屈但也真让人醒脑。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